谁？莫风，沈王爷，好久不见。这是浮生。记住共生，莫方的身体已被浮生所控。浮生，今日我们新仇旧恨一起算。一个废了的碧苍王和一个重伤的上古石，也想与我算账？凭什么？如今我是不宜动手，但谁告诉你他废了？融合了内丹之力，这才是神力。停滞背景，仿似天塌也能靠一己之力挺起来的碧苍王。看来他已经完全融合了碧海苍珠，变得如此厉害。如今少主这身体是对付不了他了。尔等蝼蚁，竟敢亵渎神明！他们还没对我怎么样，你便动了这么大干货。总把你当成病秧子。先追人吧，他被你的火焰击中，应该跑不了多远。走吧。嗯。这个林子的雾很奇怪。这应该是他们设的障眼法。得把他找出来，问出浮生的计谋。我们分头去找。心机。你看见了吧？他对你是一点情面都不留啊！闭嘴！少主，你为他所做的一切根本不值得。我叫你闭嘴！谁？为何帮我？你救过他，他不愿杀你，我随他所愿。
他总是嘴硬心软。你以为你很了解他吗？你不过是后来者。后来居上，你远不了解他。打不过呀！什么灵尊弟子，不过是运气好，被灵尊收为弟子而已，浪得虚名。你不过是投了一个好胎而已，没什么值得骄傲的。就在这里。以身为阵，以血为引，祭奠生灵，凡人皆可通五行之力。救命啊！快救我，师傅！沈离，救命！你太令我失望了，竟然偷猎邪术！我知错了，快救我！师傅！闭嘴！歪门邪道，只会毁了你的未来。今日不让你吃点苦头，你如何长教训？连旁门左道也走不通，沈离，你这灵尊弟子毫无慧根，空有其名。魔方，你给我滚！你凭什么命令我？啊！这声音是龙敖。龙敖是6名坐骑，早在7年前便被灵尊封印，他怎么可能逃出来？有人解除了灵尊的封印。阿离，等会儿我拖住龙敖，你带他们闯出去，会丢成本救兵。那个黑脸怪，哎，莫方，莫方，他在那儿。真好，你掉队，跟我走。将军，将军！将军，别愣着，过来跟我一起扛人！
你不是灵力很强吗？你的灵力呢？原来他是为了救我，他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坏。休想伤我灵界之人！用我炽热一一手把点燃世间的虚妄，心跳花火绚烂，天上还算不完。蓦然回望，刹那记得血眼夜光藏，释然心怎不关？自那时起，我便跟王爷征战沙场。若没有你，少主说的太对了。若无形之人，你本有一线希望。走到今天这步，都是因为这位上古神。听我的，大开虚天渊，放出魑魅颠覆三界，那神离还会是你的囊中之物啊！闭嘴！看来你会种树，也并非全都是他人之作。你怎么把他放走了？此前你不也放过他一次吗？仅此一次，还他救我出地牢之恩。下次见面绝不手软。那是什么？天外天落石。天外天落石？看来我得回去看一下了。那你要不要跟我一起？当然得回去。赶紧走吧，别磨蹭了。站住！不是，灵界何人，胆敢擅闯仙界南天门？我是地藏王府的侍女，我来仙界找行至神君。你可有灵尊手谕？我没有，我就是来找行至神君的。他把我家王爷的赤羽枪拿走了，那是某王爷的遗物，是属于我们灵界的。我来找神君，让他还给我们。你没有灵尊手谕，莫说寻找神君了，哪怕是仙界，我们也不能放你进去。你快回灵界吧！我不回去，拿不到王爷的枪，我绝不回去。不回去，我们也不会放你进去。
难道你还想在这耗着不成？不，王爷的枪我一定要带走。我先进南天门，岂容你在这放肆！尊上，这是灵界各地的奏章。还有一事，王爷的侍女肉鸦似乎去了仙界，要去找行止神君讨回王爷的断枪。要将他带回来吗？让他去讨吧。是。尊上刚才没让咱们俩把那小丫头抓回来吧？尊上也一定很想念王爷吧？他希望肉鸦能将那断枪讨回来，纵使知道不可能，可总要有一个念想吧。是啊，人回不来，物能回来也行。我问你话呢，神君在哪儿？如今神君心神不稳，我让你看着他，就是怕出什么意外。现在天外天往下掉石头，你竟然告诉我神君不知道在哪儿？你最近是不是又到人间吃喝玩乐去了？啊！我以为你成长了呀。我答应了神君不说，黄爷你要斩便斩吧。这天外天往下掉石，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你今日要不说，我定斩不饶。所有那天外天落石，也只落在人间的山野荒地，并未造成多大损害。我能让神君逍遥一天是一天，绝不供出神君行踪。你气死我了！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给我等着！这苍王，竟真的是他！居然还活着！我去禀告天君，快去！神君，这是要去天外天。神君请留步。前些日子因您在东海处行事稍激，天外天有所松动，现在回去怕是不好吧？可有伤到人吗？只是零星落石，在仙界并未伤人，不过将九重天砸出了洞，落入了下界，万幸没有伤及下界黎民。神君，神君留步啊！神君留步！竟然还神君，真的是神君！神君，他还活着，你这真的被神君找到了。你糊涂啊！这个逼苍王真是祸害1千年。神君如此行事，怕不是着了那神离的道？哎，说不定这还是灵界的阴谋呢。是不是从来没有想过，你也有这么一天，被认为是祸国妖姬？神君，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开玩笑，一点都不好笑。李苍王，东海涅槃，乃是3界一大幸事，我等也知知己难觅，但世间难有两全之时。望神君谨记重责，连3界疾苦，苍生不易。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以保天下安危。望神君连3界疾苦，苍生不易。愿神君自断情谊，保天下安危。你看，没人愿意祝福我们。 3界疾苦我知，
苍生不易，我也知。只是行止至今从未做过伤害过苍生的事，众仙家以从未发生的事来论行止的罪，实在不该。那神君前些日子在夏季以止水术冰封东海10天10夜，违逆天道，以致神体受损。天外天已有所松动，瓦石覆下，穿9重天而过，落入下界。虽未伤人，但却让万顷山林被毁，连绵大火在人界山中烧了整整半月。雷以百计的山林土地，连日施法灭火。敢问神君，此事可否论罪？此事是我的过错，理当论罪。那神君作为最后一位尊神，如今天外天已与神君身体紧密相连。这一次，神君寻回碧苍王，只是令天外天落石降下。那下一次，他若再遇意外，神君你岂不是要拉着整个3界来陪葬？敢问神君，苍生如何能安？神君莫怪，乌元仙君性直言厉，但说的不无道理，还望神君三思。望神君三思。碧苍王，你忍心眼睁睁看着神君万劫不复，3界因你陷入动乱吗？此件事是我一个人的错，跟碧苍王毫无干系，还望众仙家不要胡乱指摘。再者，行者有错，但只错在妄动神力，违逆天道，而并非错在心属一人。听神君这意思，是打算一意孤行了？这可不行啊！神君，万万不可呀！神君，天外天松动，我自有补救之法。人界山林烧毁，我也愿意承担责任。可唯独沈离，我一步也不会退。且不论你们，就算是他，也不能说不。神君与3界有恩，我绝不会对神君动手。但神君对沈离若再执迷不悟，我也不会袖手旁观。神君今日若不和沈离分开，我绝对不会让你们离开。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此事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。不服者，借碧苍王的话，尽管来战。没事。是，这不是什么？天君与众仙君所言，沈离心中自有分寸，神君有神君的想法，沈离也有自己的原则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要先解决天外天落石的事。看来碧苍王还有分寸。眼下天外天落石一事，确实耽搁不得。望神君连3界疾苦，望神君连3界疾苦。我到仙界，就是要回天外天
解决此事。这次解决了，那下次呢？下下次呢？又该如何？你们二人，我与仙界众仙绝无祝福。怎么了？这便急着找回你的原则了？此前我没有出声，但也不代表我赞同你的想法。你跟我在雪山已经……雪山是我的错，我当时便认了。既然你都认错了，那你不打算负责任吗？抱歉，我不负。好一个负心汉，薄情郎啊！我的想法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你是知道我的。以后的事，以后再说。这件事在我这儿没有回旋的余地，不管是以前还是以后。先去天外天吧，如你所说，解决天外天落实是当务之急。这个忙，你总得帮我。走吧。去守好南天门。是。你是灵界的人吗？我是灵界李苍王的侍女，找星至神君拿回我家王爷的枪。碧苍王侍女，你家王爷好大的本事，把神君迷得神志不清了。他已随神君前往天外天，断枪取不取我不知晓，但我看他已把神君的心都给取走了。王爷，你说什么？我家王爷他还活着？他何止是活着，他可活得太好。我要见我家王爷。仙界岂是你想入便入的？自去请了灵尊守御，再来找你家王爷吧。你此前都是从这里进入天外天的？他们灵位的所在之地，自然是离天外天最近的地方。天外天从不允许神明之外的人踏入，你带我进去，可会遭到天谴？这我也不知道。你怎么会知道没有其他人上去过呢？从古至今，爱上别人的上古神，我又不是头一个。
依照我对他们的了解，没有谁会像传闻中一般正直乖巧的。这天外天的星辰，好美啊！是啊。这里之前一直是这样的吗？是。若这些山石都掉入下界，是不是与你身上的伤有关？不能再让它坍塌了。星辰，眼坤有疾，千行诡异。你的身体这不就拉住了吗？你看那些仙界众仙，动不动就拿3界苍生来逼我，
纵观三界苍生，还有何人受桎梏如我？你位于高处，受苍生爱戴，得天之大利。这三界，又有谁受供奉如你？哪有什么便宜都让你占了的事？我就是抱怨一两句罢了，这也能换来一顿教训。在灵界，我吃穿皆是受他们供奉而来，我没有别的本事，唯有用武力来护住灵界子民，让那些心甘情愿供奉我的人得以平安，也算是对得起他们。行止神君，你我或许有生而就要做的事情，这是责任，也是使命。你以为这些道理我不知晓吗？我喜欢你，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与你在一起。我想跟你回到那个院子里，我们坐在葡萄藤下，吹吹风，晒晒太阳。我此生只爱过一人，那人皆是你。我有的时候因为喜欢你，而变得连自己都快不认识自己了。但我很明白，感情并不是我活着的全部理由。我有我非做不可的事，你也有你非承担不可的责任。所以，不是全部理由，但至少是你活下去的其中一个理由。这对于我而言便够。我的责任我自会承担，你要完成的事我也会替你完成。若什么都要你做了，那还要我来干嘛？你就在此安然无恙便好了。荒谬！既然天外天的落实已经被你掌控，那我便回灵界了。我不会放手。岂有此理！我做什么为何要征得你的同意？我会心疼。我会心疼你。那些危险的事就交由我来做吧。行止，我并非任人把玩的雀鸟，不能囚在牢笼里。这样说来，寒日月，轻轻一剑挥，浩荡从人地难测，维护不灭。竟然恨铭刻入骨的裂，不负这一行止，场时间的你的身体，你这又是何苦呢？左右你都生气，这么做至少让我安心一点。在这儿好好休息吧，我的错我自会承担。你，我要留下，三界我也要护住。他当真是个混账东西。你说你真的很不靠谱，让你看着神君，人神君都回来了，你都不知道。我哪知道他们这么快就回来自投罗网？还有先前让你跟着黄爷爷去南天门，我都听说黄爷爷跟神君差点在南天门打起来，你都不知道。那黄爷爷让我跪着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
这没有神君的气息啊！他和沈离当真来了？哎，没有你，没有爱，没有泪，没有你，没有爱，没有泪。看来你们也不认同我这样行事。但我只能这么做。神君，你还好吧？碧苍王呢？哎，对啊，不是说沈离与神君一同过的南天门吗？他在天外天。是王爷想自己留在天外天，还是神君？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现如今他只能在天外天。神君，你这是把他囚禁在了天外天？囚禁？你这么说的话，那便是吧。神君，这怕是不妥。此事是我一意孤行，谁也拦不住。天外天落石蕴含着天外天的灵力，我不能放任它流落到下界。我要一一把它们拾回来。要是没有别的事的话，你们就……天外天落石，我随神君一同去。但下界若有图谋不轨之人，打着天外天落石的主意，没事，我这段时间锻炼了一下我的进化之力，或许能帮上忙了。哪怕只是帮神君确定那落石的位置，这样也能加快收集速度嘛。如此也好。神君，你这是加强了我的进化之力，就当做是我对你的谢礼吧。大人，您终于回来了。我离开的这段时间，有没有仙灵两界的人追查来啊？大人，仙灵两界最近因空中落石的事忙得不可开交，并未前来。你以为这样就能控制住我吗？是星之水道法术，上古神的确有几分本事。再用最后的力量来困住我，为什么？我跟你说过了，我准在伤害神一个神力，竟让你放弃了生养之恩吗？以心头血喂养我，让我为父报仇。叫我以恨面对世间，并非真正拥有血肉之躯。不知世间，并非只有忠诚与仇恨。
早知如此，千年前我就不该冒死把你救出来。这些年，我已经醒悟的太晚了。你可叫奴家好找啊！天外天的石头都快砸下来了，你还有时间抓我？别说是天外天的落石砸下来，就是整个天塌下来，老娘也要抓你！你不管这些破石头，待这些石头落下来，这一城的人可都没好果子吃。收拾这破石头是别人的事，收拾你却是老娘的事。你本就是我的欲望孕育而生，还不知道老娘的脾气呢。想用这事逃脱，没门儿！修仙者也敢坏我的事！哟，这是哪来的凡人修仙者？竟然还救了奴家呢！方才情急之下贸然出手，现象看来，仙长并不需要我的帮助。居然敢不听完奴家的话就走！快起来！你救得了一时，也救不了一世。天外天落石，上面怕是出了大乱子。你现在救人，没什么用。至少现在，我心无愧。快走！你能救多少？能救多久？无愧于心。能无愧到什么时候？唉，算了，看在你今日也算帮了奴家的份上。看来上面也不算是太乱，该负责收拾的还是在负责。遇见我，算是你的机缘。灵尊，天外天落石撞入了被灵界遗弃的旧城，并未造成灵界子民伤亡。
令尊。啊，徐天渊呢？自从上次神君重塑虚天渊五行封印后，虚天渊一直很稳定，并无瘴气泄露。此次天外天落时，也并未殃及虚天渊。好。灵尊，谁的丫头，还是这么没大没小，什么地方都敢乱闯。罢了。枪药回来了。尊上，是王爷他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是真的，仙界的仙君亲口跟我说的，说神君带着王爷从仙界的南天门境。尊上，尊上，见过神女。兰儿何事啊？皇爷爷，何事说嘛？那我说了，你别激动啊！啊，不激动。那我真说了，神君将碧苍王沈离囚禁在天外天了。什么？你敢呀？沈离不是说他有原则吗？办事情他的原则呢？哎呦，这事儿的症结在于神君，不在于碧苍王。啊，神君主动的？糊涂啊！他神君呐，他如此执迷不悟，让我等如何是好啊？你看你总是这么激动，那不激动怎么样呢？让我微笑吗？哎呦，那便上天外天，将我灵界的碧苍王带回去。神君，没事，我已经感受到前方的落石了。你先到其他地方先搜索一下，待我收了这里的落石，便去找你。好。灵尊为何而来啊？行至神君，将我灵界的碧苍王带回天外天，强行囚禁，此事实为荒唐。我灵界定不会坐视不管，沈离，我定要带走。可天外天除了上古神，无人能进啊。听闻幽兰仙子幼时体弱多病，天君曾求神君相助，仙子被神君带到了天外天，仙子得此殊荣，便有了神女一称。不知神女是否知道神君登上天外天之法？我那时年幼，确实是记不得了。如何从上古神的房间去天外天，我是真不知晓。而如今神君下界寻找天外天落石，恐怕我们是找不到上天外天的办法了。神君去下界收集落石，他不在，我们才能去找办法。无论如何，还请天君引我去西院一试。让碧苍王回到灵界，
那也正是我所求啊。叨扰诸位神君，实为我等过错。可事到如今，我等别无他法。星指神君乃上古最后一位神君，如此行差踏错，累积3届，为时不改呀！我等愿劝说星指神君止于歧途之处，能规劝他寻回初心。幽兰啊，你可还记得神君带你上天外天之前，吟诵过什么咒文，或者是启动过什么阵法？神君当时就看了我一眼，就是那一眼啊，便是上天外天的关键呐！哎呀，皇爷爷，当时神君就很寻常的看了我一眼。神君行事何谈普通，定有蹊跷。那我试试。试试。好，我试试。蓝丫头，当时神君就这么看我的。哎，那边再试试。哦，对对对。那我再换一遍。你下来。啊？道行不够。哦，对对对。那你上去试试。是不做什么动作呀？哎，喂！那个，灵尊啊，要不你来试试？你确定就看了一眼？确定。这个，仙界好像不太靠谱，你是今日才知道他们不靠谱的吗？安逸惯了。灵尊！纵使神君行差踏错，我们也不能对诸神灵位不敬啊！没有，我只是想寻找去天外天的办法。
但这些灵位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机关什么的。皇爷爷，灵尊，我看在这儿也寻不到上天外天的办法，不如我们先回去吧。若是下界的神君回来撞见我们在这儿，恐怕之后更难上去了。也好，回去你再想想，除了那一眼，还有没有什么别的？啊？好像真的就那一眼了，皇爷爷。想不着啊。这一片的落石，应当尽数收回了。这结界还不能硬闯，不然会对行止的身体有所反噬。这家伙真是太坏了，他精通阵法，但凡是阵法，都会有破解阵法的阵眼存在。行止此前在画卷上作画，便补好了远方落石。这结界会不会与画卷有关系？刚才看到的是师傅，这是行止在画卷中留下的，还是天外天中的幻想？这……行止？不对，他有些奇怪。这是1000年前的行止，他的故友都离开后的天外天。恍然又见你，清风校园灯两盏，梦醒时分谁又轻叹孤单。人间未见你，沧海无从更辗转，只余星空余年无常难暂。像一汪苦水，甘愿沉默不知返，水中月似谁系，入水亦怎断？
长夜太寂凉，有你方可渡彼岸。这天外天无所求，为你空谈。真的太冷了。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。春冬星辰，愿素分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爸爸。呀，爹，哎，我来吧。哎，来了吗？人来了吗？来了，进来吧。望海天尽头，一切终归于凄然。细雨勒丝幻觉，途上路飘散，孤立于视线。遥想昨日何为生离死别，无所谈，从无中来，归无中去。人之一生，不过如此。转动星辰，愿速回初相逢。纵使天地冰封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界是换作尘埃一丝，离合最匆匆。宿命哪怕难违，偏要与共。无惧碎裂，花天边一缕风。风起时烟翻飞波，心在吹动。只有万物同在，同一片星空。他愿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生死有度，循环往复，一切相会不过幻象，终归是一场虚妄。这三界真无穷。无惧碎裂，花天边一缕风。风起时烟翻飞中，再重逢。仍有万物同在，同一片星空。他愿归来，遨游又有什么意义？苍穹。方才落入画卷的光芒，能让我看到过去的画面。师父，行止。天外天破碎，山石撞击。方才那光芒，定然不是行止刻意留下的，那是天外天因破碎而出现的缝隙。若还能让我看到过去，这难道还是与时间有关的缝隙？若不是行止留下的，我或许可以通过这道缝隙寻找破局之法，从这结界中出去。
都已经1天1夜了，为何这魑魅还未炼制成形？是否供奉之力还有所欠缺了？五行之火，五行之火，五行之火，若能将五行之力融入其中……对了，五行之力，凤凰之身，涅槃之体，方能承载无上之力。刘宇，你说把这做成凤凰之身可行？是我们之前都未曾想到的完美之法。如今的材料加上凤羽，辅以10倍的火阵之力，或可成形。凤羽！凤羽！哎！佛有五行火之法力，只要拥有能控制魑魅的无上之力，我便可再无所畏惧。这3剑就是我的，收吧，收！中了！没事，没事，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很安全，我不会伤害你。刚出世，便有如此强大的力量，他便是魑魅之王了。日后无论再制作多少魑魅，我都可以轻易掌控了。师傅，您以后还要继续制作魑魅吗？
当然，我灵界与仙界终有一战，到那时便是我灵界一登3界巅峰，创盛世盛景之时。师父，他与别的魑魅不同，因需要人照料，徒儿愿替您照料他，教他学习魑魅功法，以便日后掌控其他魑魅。也好，这些日子我也正好可以研制其他魑魅，以便好生照料他，尽快教会他使用自己的力量。他的名字，为师让你来决定。是。风来，往后你就叫凤来吧。凤来，魑魅之王，我为何会看到这个？坏了，行止回来了。我若要借时间缝隙离开，那便不能将此事告诉行止，以免他将此漏洞堵住。若能说服他将我放走，那便是最好。我回来了。很好，那便适可而止，停止这出闹剧吧。天外天落时，不知可曾殃及灵界？没有。那是最好。如今浮生控制了某方，隐于暗处，他对虚天渊可能还有图谋。你我在大雪山，在东海，在这天外天，已经耗费了太多时间。我必须要回灵界。这个茶太烫了吗？你不愿意尝吗？行止，你这般求助我，何必呢？你知道我不会永远在这里，只为陪你。为何不能？你知道我为何不能？这么多年里，上古诸神与我，都曾不停地告诫自己与彼此。我们有很多不能去做的事，不能为，不可为。行差踏错，便会离永生无尽的结束。修得正果，则可以化为天下一缕生机。可我们为什么非要在天道搅动的洪流里浮沉？为什么一定要护住3界？为什么一定要顺从天道的规矩？若赐我神明之身，为什么要予我平凡人之心？若要我无情，为什么要给我七情六欲？赐我无坚不摧之力，又未予我无坚不摧之心。天道，他真的是想让神明来护住3界吗？这3界万物，如流水，如沙粒，如浮云，如尘埃，有什么值得好珍惜的？我若不护这3界，又如何？天生混沌，但上古神于世。
上古神拥有至高法力，你是最后一个上古神，所以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我听得太多了。莫要劝我。我没想劝你。世人见你是最后一个上古神，而在我眼里，我知你是一个孤独的人。上古神拥有至高无上之力，天道给了你无上之力，那也同时让你拥有了七情六欲。你的不满、愤怒、薄凉，这些情绪也不是你能控制的，这不是你的过错，只是你还活着的证明。我不会责怪你，因为我相信你。你心中始终有自己的坚持，偶尔的放纵也不是不可。该做的事要做，该说的话要说，该有的脾气也要一吐为快。不负你我尚且鲜活的今时此刻。别喝茶了，便壶酒来。天道若对你不公，你骂天道便是，与这三界苍生又有何干？便壶酒来，我陪你一同骂。无情天道，薄凉不仁。去你的天道横潮！要不，咱还是直接去寻神君吧。这是天雷在滚动，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这定是神君又做出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才导致这天雷在滚动啊！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没事吧？这天道骂两句都不行，你连神君也敢劈？你再劈一下试试！去你的天道横潮！干得漂亮！气消了？消了。行止，我是真的喜欢你，但是我不得不离开你。我想，我已经说过很多遍了，不行。是不是不管我说什么，你都不肯放过我？别说了，打一架吧。好啊。行，动真格的。对，动真格的。给你，拿着。你当真以为我舍不得？
除非你弄死我，否则你出不去的。你就是舍不得，所以啊，阿离，莫动刀割了，我去给你弄点好吃的，等我回来。等我。那方还有块大的落石。这个地方怎么奇奇怪怪的？哇！哇！这是灵界的阵法？不像啊！这么大的石头，这么大的窟窿，是没砸到人吧？看起来也不像有人。木方，哎呀，莫慌莫慌，哎呀，他怎么会在这个阵法里啊？之前说他背叛灵界，私通外敌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哎，他看着也不像这种人。不服你呛我干什么呀？你疯了吗？我是芙蓉镜。封上门来的极品，待我杀了你，借你之力破除法阵，我看你还能怎么样？芙蓉君，快走！认出我来了？像我这样心地善良的仙君，你再找不到第二个。等你醒了，你要是再打我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会被雷劈的。在这些小玩意儿上面倒是花不少功夫。说服他看来是不能了，要离开这里，还得自己想办法。不知那光点会不会出现在这里的画卷上？此前每次触碰这卷上光芒，总会看到一些过去的画面。第一次是见到了师傅，第二次见到了行止，而后见到的是6名炼制魑魅王的画面。这光芒让我看到的画面
到底是随机的，还是有迹可循呢？用术法探探，这光芒到底是什么？不过就是个普通人的样子嘛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你好，风来，我是刘宇。刘宇。刘宇，对，刘宇。你要喝茶吗？茶。茶。对，茶。师傅又练出什么怪物来了？风来，没事，没事啊，没事，风来。太荒唐了，居然把魑魅炼制成了人的模样！风来，没事啊，风来，没事了。哟，你一个魑魅，看我是什么眼神啊？你还不服气了啊？师姐，舍不得，你个魑魅，你还你让开，你别拦着我，你放开我，让开！师姐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。气死！他就是个小孩子，师姐，你何必跟他置气呢？什么东西！你还打算继续帮他炼制魑魅？你怎么就不明白啊？他炼制魑魅，说是为了让灵界抵御仙界，其实呢，就是为了他的野心罢了。仙界已经知道了他的行为，此举动只会让灵界陷入战乱之中。师姐，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炼化他的，不会让他胡作非为。你简直是助纣为虐！师姐，风来。如果连神明都阻止不了他，那你就是最后的屏障了。你得成长得快一些，成长得足够厉害，才能号令天下的魑魅，去庇护无辜的人民，才能让灵界拥有真正的盛世盛景。但愿造出你的决定，并不是我行差踏错吧。
快点儿，慢点跑啊！小心点儿。好了好了，起来吧。灵界，好美。呼吸吐纳学的可还顺利？调动身体里的力量，能看到很远的地方。看到什么了？看到笼子里关的奇怪的东西，还有河边玩耍的小孩，还有很漂亮的树林、星空。刘宇，灵界可真漂亮。是啊，灵界很漂亮。走。草木的孕育，短则数月，长则数年；灵物的生养，则要数十年，乃至数百年。而这山川河流，则需要数千万年以上。这灵界的美，是来之不易的。凤来，所以无论何时，都要好好珍惜灵界的美。那刘宇，是不是也是用这灵界山河孕育的？当然。那如果灵界不好了，是不是刘宇就不好了？我不希望你不好，我想好好珍惜你，珍惜灵界。哎，我刚刚听到你咳嗽了。啊，我没事。啊？你要干什么？别动。我刚刚吐纳的时候，看到灵界的人们都是这样来照顾身体不舒服的人的。有没有感觉好一点？天哪，他哪里像个魑魅？这样的风来，我怎么能将他推入这具其中呢？1月已过，刘宇，凤来对魑魅之力掌握的如何？师父，我认为是我们期望过高了。这1月训练来看，凤来并无魑魅之力。哼，没有魑魅之力，是何意啊？他与寻常人没有两样，并没有我们想要的操控魑魅的能力。
师傅，我花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，为了他，我延缓了多少魑魅的出世？你竟然告诉我，他没有魑魅之力？师傅，他确实没有。师傅，这不是师妹的错。我再给你3天时间，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让凤来达到我们的目的。若你也做不到，那我留你也再无意义。他真是越来越疯狂。刘宇，魑魅在军营中出了不少的差错，想必你也知道了。如今下面的军士、文武百官乃至仙界，对魑魅一事越发不满。若是师父再如此执迷不悟，我或许未必能容他。可是师姐，师父他毕竟教导你我，他已经变了。自从坐上那个位置，越发专横，也越发疯狂。刘宇，若真的有那么一天，你是继续留下来帮他，还是跟着我走？或许会有别的办法呢。我知道，你先前是想利用凤来的力量掌控魑魅，让魑魅不能为所欲为。可凤来他本身就是魑魅，你能保证他不会滥杀无辜吗？我可以保证，我相信他。师姐，你能相信我吗？罢了，局势已变，你好好想清楚。这光芒灌入术法之后，似乎真的会让我看到更多的东西，但想从中寻得出去的办法，似乎并不容易。没想到还能在过去的事情里见到师父。我与行止在南天门闹了那一出，师父定也是知道了我的存在，他如今定也是会担忧心急。但愿阿离平安归来。
师傅来仙界了。希望阿娘不要再愁眉不展了。希望我的夫君平安回来。希望王爷平安归来。希望旭天元不要再出事了。希望这一年大家都能平安。希望王爷平安归来，灵界度过危机。行止！行止！行止！果然还是不能放手。行止，天外天的星辰，可是人们送上来的祈福与灵愿。是的，我听到了灵界子民们的祈祷。行止，我不属于这里。你了解我，一如我了解你。我猜到了，你如此行事定有缘由，或有迫不得已，请你告诉我。我会处理的。行止神君，神君请留步。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就让他留在天外天吧，在那儿，他才安全。神君何意？浮生，他寻找到可代替虚天渊某些封印的东西，欲解开封印。神离是他要找的最后一个火之封印。阿离的身份，你都知道了。神明没有那么好骗。师傅，你没有达成我的要求。抱歉，师傅，是我没有做到。风寒，你怎么样？魑魅之力？你说他没有魑魅之力，那这又是什么？
不许你伤害他！住手！魑魅之力，好啊好啊！凤来的力量比我想象的更强。从今而后，凤来便由我带回王宫看管。他力量太过强大了，留在此地不妥。师傅，凤来他还并未……因为什么？并未完全听从于你。是他。凤来，师傅，求求你不要伤害凤来！师傅，求求你不要伤害凤来！师傅，师傅，刘玉，师傅，刘玉，求求你了，师傅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不要伤害凤来！不想当魑魅的饵料，就别再阻我。刘宇，你是为师最满意的弟子，别让我失望。你别让我失望。不要伤害他，我跟你走。刘宇，你放心吧，我和凤来不会让你失望的。杀了他！杀了他！杀呀！杀！
刘宇说过，不能杀人。我不会杀人的。魑魅之王，魑魅之王。刘宇竟将魑魅之王叫做如此德行，坏我大事！把他给我杀了！动手！啊！你们往那边走，其他人跟我走，走！是。走。给我仔细走，抓住他们！是。快！方来，再坚持一下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里。我没有杀人。我知道你没有杀人，你没有作恶，你很好。可他们为什么要伤害我？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。是。快走！刘宇，小风来，他不能动了，也没有呼吸，浑身冰凉凉的。风来，小风来他死掉了。死掉了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他不会再睁开眼睛了，也不能再呼吸了。你不是医术很好吗？我们还有很多药材，救救他吧。来，死亡跟生病不一样的，死亡是救不了的。没关系，每个人都会有这一天的。那刘宇，你也会不能呼吸，永远不会醒来吗？当然会。我不希望你这样。没事的。死亡其实是归去了。去哪儿了？去我们来的地方。那是所有人和物终将抵达的彼岸。在那里，错过的、失去的，都将再次重逢。生命就像这流水一样，有时会湍急，有时也会枯竭，但永远都不会停止。这便是
生命的延续。生命的延续。魑魅之王与6名弟子，他们最后的结局会是如何？那个叛徒休想就此将魑魅之王藏匿起来，找到他们！师父，师父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凤来吧！师父，求求你放过凤来吧！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放过他吧，师父！刘宇，刘宇。跪下！刘宇，刘宇，你醒醒啊！你不要死啊！刘宇，刘宇。凤来，我带你走，我带你回家。刘宇，刘宇，刘宇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慢点。洪荒世纪，剧终判了，世界最终还是决定反了。生灵逃出，灵界会大乱，以后
百姓的日子要过了。刑举圣君已经以灵界山河之力城外部封印，魑魅的行动都被控制住，这最后一个到底何时才能寻到？一天没吃东西了，喝碗粥吧。刘宇，师姐，你这是？现在外面的情况很不好。风来，我有些话要和师姐说。师姐，仙灵2界的军队连连败退，魑魅也是越来越多，根本无法控制。就连跟随我这么多年的下属，我实在是不愿意看到我们灵界就此倾覆，这么多生灵的命运。我后悔办得太晚了。那现在还有什么补救的办法？要想封印住魑魅，5行封印缺少最重要的一环。火之封印，凤来。风来，我今日来找你，就是为了此事。我这样做也实在是没有办法，只有让它成为火之封印，才能结束这场战争。刘宇，我不逼你，但是你要尽快做出决定。五行封印，火之力，唯有风来的力量，才可以与山河之力匹配。只有风来。
刘雨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去做吗？风来，如果有一件事儿，只有你能做，但你若是去了，我们就有很长的时间见不到面。很长时间是多长啊？很长，很长。我不怕等很久，等我回来啊，要帮你炼丹药缓解疲劳。我们还可以在一起养一只小小风来。等到了晚上，我就拉着你的手，咱们去看连接美丽的星空。如果我去了，德语就不会哭了，对吧？就可以夜夜睡个好觉，像往常那么开心了，对吧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，你若是去了，便会有很多像你我一样的人，他们不用再哭了，晚上能睡好觉。他们会比现在开心许多。要等我。轻轻让我肆意生长，说你的力量，令人炼制的魑魅王。夕阳，看那一抹残阳，生机相撞。生机相望。生机相